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佩。今天一佩呢要跟大家来讲一个了凡四训的故事。这了凡四训呢，可以说是一部被誉为可以帮助自己改变命运的千古励志奇书，而且从明朝呢流传至今呢，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，被誉为是中国的3大善书之一。了凡四训呢，是明朝一位袁了凡先生他所写的书，里面记载了袁了凡他本人呢，从知道自己的命运，消极面对到摆脱宿命的历程。其实呢，这袁了凡呢，他一开始呢不叫了凡，他叫做袁黄。在他很小的时候呢，父亲就病逝了，母亲跟他说：“你放弃考科举吧，干脆去学医，因为学医不但可以赚钱呢，还可以救济别人。”但袁黄跟母亲说：“可是我很想念书啊。”母亲对袁黄说：“学医是你父亲从前的心愿。”袁黄没有办法，只好认命。从17岁开始，就在慈云寺摆摊卖草药。这时呢，有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家呢走过来跟他说：“你不应该学医，你是仕途中人，现在改行念书呢，明年就可以中秀才。”但袁黄不相信，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老人家说：“我姓孔，是少子神术的传人。”这时袁黄一下子从地上蹦了起来，少子那可是宋朝的第一神算。袁黄对他鞠了一个躬，然后呢就把这位孔先生带回家。袁黄的母亲半信半疑，对孔先生说：“那你算算袁黄小时候的事情。”孔先生一算，没想到算得分毫不差，于是袁了凡的母亲马上就把袁黄送到学堂里。第2年，袁黄一赶考，果然就中了秀才，就连名次都跟孔先生预测的一模一样。在线上考试的排名是第14名，在市上考试的排名是第71名。母亲非常惊讶地对袁黄说：“你再去请孔先生。”于是呢，孔先生又继续推算袁黄的未来，包括哪一年可以考第几名，哪一年可以丙申补缺，哪一年可以提拔当贡生。而当完贡生之后呢，会去四川的某县当县令。3年半之后呢，回到家乡，在53岁这一年8月初10的丑时呢，将会寿终正寝，终身都没有子嗣。可是这短命无子的命数呢，袁黄其实他很不喜欢，也拒绝相信。但他还是把这个命数呢一一记了下来。奇怪的是，以后每次考试的结果都跟孔先生所算的结果呢丝毫不差，但唯独有一件事似乎有一些不准，那就是孔先生说，自袁黄呢补丙申之后呢，每个月去领俸米的时候要记一个数字，领到91担5斗的时候呢，就会升级成为贡生。可是当袁黄领到70多担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姓涂的提学呢，看他品学兼优，决定马上提拔他成为贡生。而袁黄这时心中暗暗高兴，看来孔先生算的也不完全都是准的。但谁知道姓涂的提学不久之后就离开了，代理他的人不同意提拔袁黄，于是又改变了主意。后来一位姓殷的先生又来当了提学，他念到了袁黄的论文，觉得他见识广博，思想深刻，才马上把袁黄提拔为贡生。当时袁黄正好领俸91担5斗，这一下袁黄彻底相信了命数。原来一个人一生之中的吉凶祸福、富贵贫贱都是上天安排好的，不能勉强。也就是说，命里没有的，你怎么努力都得不到；而命里有的呢，不用努力，自然就会有了。袁黄从此唉声叹气，心如死灰。当贡生之后呢，他按照规定到北京的国子监去念书。在北京1年的时间，他整天静坐，他干脆也不读书了。反正命运就是如此了，努力也没有用。1年之后，他转回南京的国子监念书。还没有到国子监之前呢，他到栖霞山去拜访云谷禅师。当时呢，他跟禅师对坐一室，3天都没有睡觉。禅师暗暗称奇，一般人有这样的定力，真是了得。后来禅师问他说：“凡夫不能成为圣人，是因为心中多妄念。你3天都没有妄念，是什么原因呢？”袁黄回答：“我这一生呢，吉凶祸福都被孔先生给算定了，命由天定，那还有什么好想的呢？”禅师这时候笑着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是一代豪杰，原来也只是一介凡夫。”
元皇一听，奇怪了，这话是怎么说呢？禅师笑着说，凡夫因为不能无心，所以呢会被阴阳气数所束缚。一个人如果诚心竭力，为善不倦，那么所谓的术也拘他不得。反过来，如果肆无忌惮，喜好作恶，那么术也保他不住。你这20年来被孔公算定，一毫都不曾改变，那岂不就是凡夫吗？元皇于是问云谷禅师，那么你是说定数也可以改变吗？禅师说，命自己立，福自己求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一个人只要真诚用功，多做善事，没有不感应的。元皇这时拜倒于地，请禅师教他摆脱命数的方法。禅师就拿了一本功过格给他，每天晚上把一天的存心行事反省检点，按格子来记功过。每到月底总结算一次，把功抵过，多余的就可以作为善行了。拜别禅师之后呢，元皇回到家里，他跪在佛前忏悔，而且他做了一道书文，他发誓先做3000件善事，求登科举。而就在那一天，元皇把自己的号改为了凡。了凡的意思就是把凡夫的见解一扫而光，视为了凡。从此之后，他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，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，他也常怕得罪天地鬼神。碰到讨厌他的或是毁谤他的人，他也安然接受。1年之后，袁了凡到礼部参加科考，孔先生原来算的是袁了凡应考是第3名，结果没有想到他竟然考了第1名。接下来孔先生算的命又失灵了，因为孔先生并没有算袁了凡会考中举人，而那一年秋天的乡试，他竟然又中了举人。这时他更相信了云谷禅师所说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10年之后，袁了凡完成了3000件善事，这时他又跪在佛前忏悔，他做了一道书文，立誓再行3000件善事，希望能够得子嗣。没想到仅仅过了1年，袁了凡便梦想成真，夫人顺利产下一子，起名叫天启。从此袁了凡做善事便更加的用心，他的功过格每天至少日行1善，仅仅2年3000件善事又已经完成。这时他又跪在佛前忏悔，再次做了书文，立誓行善1万件，希望能够完成当进士的愿望。没想到3年之后，袁了凡真的又中了进士，很快吏部就派他去做了保底县的县令。一上任，袁了凡便备了一本小册子，他把这本小册子取名为《治心篇》，因为他害怕自己做官会兴起邪念，所以要治心。每天早上呢，袁了凡一起来坐堂审案的时候呢，袁了凡便把《治心篇》交给看门的人，让他呢把所行的善事恶事不管大小一一记录。到了晚上，他再翻阅记录，闭门治心。可是袁了凡虽然坚持日行1善，但是他的夫人却整天愁眉苦脸。他对袁了凡说，你许诺要做1万件善事，可是衙门里没有什么善事可做，什么时候才做得完啊？没想到那天晚上，袁了凡就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面他碰到一位天神，他对天神说，我很惭愧，1万件善事很难完成。天神跟他说，现在保底县的百姓呢过得很艰苦，你只要给他们减粮减税，便足以抵1万件善事了。袁了凡马上心领神会，第2天袁了凡马上下基层去考察实情。他发现保底县的田呢，每亩要收银2分3厘7毫，而他细心的了解了百姓的负担之后呢，他觉得应该要下调到1分4厘6毫。于是袁了凡上书朝廷，恳请减免赋税，以养民力，建议由汇通河水运黄木来代替车运。朝廷感其诚心，后来同意了他的请求，同时革除了运木等诸劳役。全县的百姓为此高声欢呼，争相走告。当时保底县的人民流传了一句话，自从来了元知县，保底百姓生活变了天。保底的百姓呢，逢人就夸袁了凡。原来400年前的保底呢，有很多是一文不值的盐碱地，
这种盐碱地呢，多数呢只能种一些芦苇等，而且宝坻呢经常闹水灾。袁了凡便开始兴修水利，把三叉河疏通，兴建堤坝来抵挡水患的侵袭。他还亲自带领百姓呢，在沿岸的堤坝呢种植柳树，将连绵不断的海堤呢变成了一道道的绿色屏障。而袁了凡先生呢，他还异想天开，改造盐碱地来种水稻，挖沟通河，调埂做田，引入良种。结果经过了3年的实践，他竟然真的种出了黄澄澄的稻子。后来袁了凡又带领百姓进行了一系列的农业改良试验。1588年是袁了凡53岁的那一年。原来孔先生曾算命，他会死于这一年的8月初10。但到了那一天，他无病无痛，一点事也没有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命运已经完全不按照原来的数走了，经由行善，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。1592年，袁了凡被提升为兵部主事。当时日本正侵占朝鲜，朝鲜请求大明出兵支援。兵部右侍郎举荐袁了凡为军中参战，与提督李如松领兵东征。当时李如松对倭寇谎称呢，出使朝鲜是来封贡的，倭寇信以为真。李如松呢，趁其不备呢，不宣而战，于平壤呢大败倭寇，而且呢还割下敌人的首级来报功。可是呢，袁了凡坚决反对，两个人呢发生了争吵。李如松一怒之下呢，独自引兵东去。这时剩下袁了凡留下来，但倭寇贼心不死，多次反攻，但都被袁了凡给击溃。而李如松呢，打了胜仗之后呢，非常的轻敌，被日兵给击败了。李如松这时想要推卸责任，于是呢说了坏话，弹劾了袁了凡。朝廷因为不了解真相，于是呢就将袁了凡呢停职返乡。忠贞为国呢，尽心尽力，却得到这样的待遇。袁了凡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面呢还是有一些冤屈。但没想到朝鲜王呢，最后居然奏报朝廷，说明原委。袁了凡因祸得福，被追授为上宝司少卿。但这时袁了凡年事已高，便决定回家养老。69岁的时候呢，他把这一生的经历呢撰写成著名的《劝善文了凡四训》，一共有4篇。他把这4篇文章命为《诫子文》。后来因为广为流传，大家就把它称为了凡四训了。最后，袁了凡先生呢，出生于嘉庆12年的12月11号，也就是1533年的12月26号。万历年34年呢，7月11号，也就是西元的1606年的8月14号离世，终身享年72岁。130年后，清朝的曾国藩他读完了《了凡四训》之后呢，他也豁然惊喜，他把自己的号改为狄生。狄者就是把旧有的脏染洗去的意思，也就是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而今后的种种呢，就比如今日生。后来他也成为晚清的中兴名臣。所以如果你对自己的命运不满意，你觉得自己的命数不好，或许别人一路走来都比你顺遂，可能别人也有他辛苦的地方。记得决定一个人富贵贫贱的主要因素，不是风水，不是星座，也不是命数，而是一个人的心。这个心就代表着你的想法、念头跟行为。行善可以说是改变命运的武器，因为凡是真心助人的，最后没有不帮到自己的。转个心念，你会发现人生与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也欢迎您按右下角的订阅键来订阅刘一佩频道哦。